家宝乖啊，不哭不哭啊，不哭啊，家宝，不哭，奶奶抱啊。你看这孩子怎么会哭成这样呢？哎，素兰呐，你给孩子喂过奶没有啊？刚刚喂过了，娘，让我来抱抱。你身子还没好，怎么能抱呢？夫人，之前小少爷都是郭嬷嬷和唐姑娘照顾的，如今郭嬷嬷不在了，我们不如请唐姑娘过来试试。豆豆怎么没跟过来呢？乖啊！哎，大大，老爷，豆豆人呢？大少爷把他赶走了。为什么？还能为什么？他成天缠着伯南不放，置子密于何地呀？走了也好，家里落个清净。来，我抱抱。乖宝宝。家宝，再哭大声一点，再大声一点。豆豆姨能不能回来，就全靠你这一哭了。哭吧。大大，你赶紧看看豆豆走远了没有？没有走远的话，请他回来。家宝再这样哭下去，早晚会哭出病来的。我在这儿。哎呀，救星！哎呀，家宝乖啊！哦，不哭，家宝乖，家宝乖，豆豆姨回来了啊！哎，那你们瞧瞧，这孩子豆豆一抱，果然就不哭了。豆豆啊，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，让这孩子这么喜欢你啊？爹，平时呢，我娘经常就是这样哄我的。以前我小时候，我爹也经常不在家，我娘啊就是这样给我做鬼脸，我就不哭了，是不是啊，小家宝？看来还是你有办法啊。这孩子果然跟你有缘啊。爹，娘，就让豆豆留下来吧，让豆豆来照顾家宝，好不好？好。小家宝，你真棒！老爷，你真的不应该答应素兰让豆豆留下来。哎呀，素兰打从生产之后啊，整个人就变得闷闷不乐。伯奇又忙于工作，没时间回来陪她。如今有豆豆相伴，她还变得快乐一点。那你也看到了，家宝这孩子谁抱都没用，只有她一抱，马上就不哭了。还说呢，豆豆那种乡下女人哄小孩的方法，怎么可以用来哄家宝呢？哎，我倒觉得没什么。豆豆不也这么过来的吗？如今她也不一样，长得活泼调皮的吗？老爷，难道你就不为伯南和子密着想？如果豆豆知道他们两个人即将成亲，以他的性格，岂能善罢甘休？哎呀，这事儿我当然也想过，但是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嘛。而且啊，哎，爹，娘，伯南呐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呢？子密呢？啊，子密她有点不舒服，我刚送她回房间了。哦，这孩子也够可怜的，一夕之间失去了所有家人。子密身边没人照顾，伯南，你要多上点心。我刚叫厨房做了宵夜，你去给子密送去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老爷，伯南和子密的婚事能瞒多久就瞒多久，等木已成舟，就算豆豆闹，也闹不出什么花样来。这种事能瞒得住吗？豆豆留在沈家庄，迟早会成为祸患。老夫人平安回到家了吗？主人，说。老夫人她……阿土，我娘她怎么了？快说，阿土。老夫人她遇害了。主人，请主人节哀。老夫人在回沈家庄的路上被人杀害了。混账！我不是叫你好好保护我娘，怎么会叫她遇害了？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！
你有没有抓到凶手？我要将他碎尸万段，我要用他的血来祭拜我娘。请主人放心，小子一定会抓到他的。不行，儿应该早点把你接回家，让你享享清福。都是我一念之差，害你惨遭不测。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，孩儿万死难辞，孩儿对不起你。主子，紫蜜姑娘来了。去。阿土，让他进来。是。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，下个月初3和沈伯南成亲。婚后，我将会和他回到江南老宅去祭祖。到时候，我也会找到你想要的铁盒。王姑娘做事果断干脆，我没有看错你。废话少说，取到铁盒以后，我怎么找你？这点你放心，只要你找到铁盒，自然会有人跟你联络。好，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想对付的人，只有沈祖光一个。我不希望伤害到其他无辜的人。妇人之仁，你忘了你娘和你弟弟是怎么死的？如果我也滥杀无辜，那和你们这些禽兽又有什么区别？爹，啊，您请过目，这是我接手万宝斋以来的买卖记录。哦，不错，账目清晰，井然有序啊。伯奇，你做的不错啊，我们万宝斋真是后继有人了。爹，您放心，孩儿一定不会辜负您所望的。哎，怎么有这么大笔进账啊？啊，我看看。爹，您真是贵人多忘事。这笔账是苏老板预付给万宝斋的定金呢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想不到苏老板跟东洋人还有生意上的往来呀。哎，对了，他们跟咱们都下了什么订单呢？爹，您看，都写在这儿了。哟，有这么多啊！这可抵得上咱们万宝斋过去半年的买卖啊！所以爹，为了慎重起见，我决定亲自押货去杭州，和买主谈谈，看看以后还有什么生意可以合作的。不太好吧？素兰刚刚生完孩子，她需要你照顾啊。要不这样吧，我让你大哥去一趟。虽然他的病才刚好，但是他的个性成熟稳重，又有紫蜜陪着，我比较放心。爹，苏老板是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才把这单生意交给我们万宝斋来做的。如果说我不去的话，会显得我们很没有诚意。再说了，素兰不是有豆豆和娘照顾吗？我一个大男人也做不了什么事情。爹，我看还是让我去吧。那也好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就随你的意思吧。谢谢爹，那我这2天准备一下就出发了。先不用着急啊，等你大哥的婚事办完之后，你们一块儿出发。这一路上，你们兄弟俩也互相照应着，听见了没有啊？哦，伯奇啊，抽个空回去看看素兰吧。虽然她不需要你的照顾，但是你身为人妇人夫，可别忘了自己的责任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爹。大大，你可得小心点啊！素兰她现在身子弱，千万不要摔着她。知道啦。还有你哟，你怀里抱的可是千金小少爷，要是把小少爷给摔着了，哈哈哈哈！你什么意思啊？要不然这样，我们2个换换，你来保家吧，我来扶持素兰。
哎呦喂，来了！你看，我们家小家宝他只认我不认你，是不是啊，小家宝？不哭不哭啊！二少奶奶，我明明还没有碰到小少爷，你看到了对不对？肯定是唐豆豆他使诈了。你看我，素兰，你笑了，我终于看到你笑了。我就说嘛，你就应该出来晒晒太阳、散散心的，要不然待在房间里面都快憋出病来了。是啊，真的是好久没有出门了。今天太阳这么好，被太阳一照，我觉得整个人都暖起来了。大大，哎，快给二少奶奶倒杯茶。哎，好嘞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桂花蜜茶可是我自己亲手去摘的桂花，里面加了蜂蜜，可好喝了，可好喝了。你喝过？我尝了一下。豆豆真的很好喝，谢谢你。素兰，该说谢谢的人应该是我才对。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想把我赶走，只有你肯帮我说话，让我留下来。我没有啊，冤枉呢！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让你走，就是那个夫人，她说我如果离你太近的话，她就把我，哦不对，先赶出去。你少在这儿给我装可怜了，你有丁爷爷在，他们怎么可能把你赶出去啊？你长了这么大一个脑袋，也不动脑子想一想，真够笨的。好了，豆豆，你别怪大大了，你心地善良，而且又乐于助人。我相信善有善报，老天爷一定不会亏待你的。善报我，可是现在沈波南都不肯认我了。算了，不提这个了。现在对我来说啊，小家宝才是最重要的。豆豆也好爱你呀！真的笑了，你看，你好乖哦。你让他唱首歌吧。现在会唱歌吗？伯南，你不是说你想出去走走吗？还去不去了？好可爱。走吧。好。兵部侍郎元江参见侯爷。罢了。我交代你的事情，办得怎么样了？启禀侯爷，那10万支箭矢已经移出兵部，现在藏在废弃的仓库里面。接下来如何运出京城，还请侯爷示下。好，知道了。剩下的事情你就不必费心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苏先生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侯爷，我已经写信给柳絮，要他日夜兼程赶回京城来。他一到京城，这批货物就可以运出。臣拜见皇上、太后。皇上，不知召微臣前来，所谓何事？哼，看看你干的好事！你当初举荐元江，说他治军严格，通晓兵法，一定能平倭寇。母后听了你的话，让他做了兵部侍郎。可结果呢？军队连吃败仗，死伤惨重，江南沿海数10个乡镇都给这弄丢了。皇上，这奏折之上简直是一派胡言，分明是写此奏折之人见元江抗倭有功，心生妒忌，故而歪曲事实，从中陷害啊！你还敢狡辩？臣不敢。据臣所知，这元江在前线身先士卒，抗倭有功，致使这些倭寇流窜到沿海一带，以不足为患。这正是元江的抗倭之功啊！你颠倒黑白！皇上，依微臣所见，上此奏折陷害忠良者，一律当斩。你说什么？微昌侯所言甚是。母后，前方将士浴血奋战，此人不但不大力支持，反而借机构陷，扰乱军心，其罪当死。皇上知不知道是谁写的这封黑函？怎么哀家觉得这个人可是活得到头？这是匿名的折子，朕也不知道是谁。皇上，你是当真不知道呢，还是不想说出来？朕就是不知道。其实这也很简单，
只要对照一下这折子上的笔记就可以了。皇上，您不如把这件事情交给微臣，微臣向皇上保证，不出3天，我一定把这个混账东西给揪出来。哎呀，不必了，朕不想因为此事把大臣们闹得人心惶惶。皇上，这奏折该不会是皇上自己杜撰的吧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想必皇上对太后提拔元江做兵部侍郎心中不满，想要自己做决定，重新选任，所以才跟臣开了这个玩笑。皇上，难道是嫌哀家管你的事情过于多了，所以希望哀家放手，由皇上自己一个人独自处理朝政，对吗？不是的，母后，皇儿绝无此意。皇上现在可真是越来越荒唐了。上一次没打招呼溜了出去，弄得满身伤回来，没说皇上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整出这样的幺蛾子来。哀家看，是被这个齐公公给带坏了吧？来人呐！在。把齐公公给我拖出去斩了！是。太后饶命！太后饶命！住手！儿臣知错，不干他的事儿，放了他吧。太后请息怒，依微臣之见，既然皇上已经认错了，为了皇家的尊严，此事不宜闹大。我看不如就让齐公公好好敦促皇上学习，多多看书，学习为君之道，以免以后再做出类似的荒唐事情。行，就按你说的吧。那哀家就先留着你的狗头。谢太后不杀之恩，谢太后不杀之恩。从今日起，皇上在宫里面只能就寝、用膳，在书房中只能好好的读书上课，不准过问朝政。至于朝廷上的事情，就交给哀家和微昌侯来帮皇上打理。微昌侯这个老狐狸，这是要砍了你！皇上息怒，保重龙体，可千万别气坏了身子呀！你听到母后说了吗？以后不许朕过问朝政，朝廷的事情由他和微昌侯来打理。到底朕是皇上，还是微昌侯是皇上？都下去吧。是。皇上小点声儿，这话可不能传出去呀。这还用得着传吗？皇上不上朝不听政，整天关在书房里面看书，瞎子都能看出来。皇上现在还不是明着跟微昌侯干的时候，为了江山社稷，咱得忍。忍？要朕忍到什么时候？等他穿上龙袍，坐上龙椅，朕再站出来跟他斗？哎呀，皇上，现在还不能让微昌侯看出您的心思，不然他就会……哎呦！这和母后也向着微昌侯。果然父皇说的没错，母后是有野心的。母后根本就没有打算让朕亲政，朕只是傀儡罢了。哎呦，皇上千万不能再说了，隔墙有耳。怎么办呢？你谁啊？你谁啊？我问你呢，你是谁啊？为什么偷偷摸摸跑到我家来啊？哦，这你们家呀？我逛逛。站住！你鬼鬼祟祟的想干什么呀？你告诉我，二少奶奶的房间是哪间？你找她干什么呀？你松开，松开，松开！我告诉你，松开，松开！二少奶奶她不是生了一儿子吗？胖嘟嘟的老可爱，对不对？嗯。我儿子。什么？家宝乖，你长大以后一定要做个懂事的好孩子，要听娘的话，嗯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哭不要哭。你知道吗？你一天天长大，娘比什么都高兴。孩子，以后啊，娘就都指望你了。你一定不要让娘失望，啊！你看见没有？这就是我儿子，儿子爹。
你给我向我声一点！给我闭嘴！家宝明明是素兰的孩子，怎么会是你儿子？你看那小孩，长得肥嘟嘟的，他分明跟我很像嘛。你们家二少奶奶瘦得跟小鸡儿似的，她怎么能够生得出来这么好的品种？你自己想。那天在医馆，我老婆生气，我没有给她钱。生完孩子，她觉得咱们家养不活。你们家二少奶奶刚好生的小孩又死了，她就把我儿子放在二少奶奶旁边。回去以后，我老婆就想不通了，越想越气，现在就非让我把儿子给抱回来。他说的没错，素兰自从怀孕之后，胃口一直不好，再加上伯奇3天2头的找她麻烦，害她好几次都差点流产。她整天提心吊胆，身体比怀孕之前还要差。但是家宝却长得特别结实，一点也不像素兰。难道他说的是真的？家宝真的是李三的儿子？我一看你就相信了，我就抱我儿子去了啊！哎，等一下，你以为我这么轻易就会相信你啊？走，我们2个去找大夫对质去。走，你的，我去找我儿子。儿子，我这儿就把你给对。今天竟然连中双元，让你胡说！谁是你儿子啊？让你胡说，让你胡说！哦，大的，哦，这个人是谁啊？他怎么长得跟我有点像啊？他呀，他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，他今天过来找我有点事儿。哦，素兰在找你呢，你快进去吧。哦，终于见到个跟我长得像的人。哎呦，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走，咱们2个对峙去。去就去，谁怕谁呀？哎，等会儿，这个门房根本就不认识你啊，你怎么进去的？哎呦，这个墙头这么矮，他能拦得住我吗？我这嗖一翻就进来了，他拦不住小人呐。啊，你也用这一招啊？对呀，每次都这样，可管用了。就是嘛，你无耻！你没有经过人家的同意擅自进入人家家里，这种行径跟小偷有什么两样？你信不信下次你再这样做的话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？看我怎么收拾你？看我怎么收拾你？看什么看？走啊你！走啊你！当天确实是老夫来为二少奶奶接生的，不过二少奶奶来到医馆之前已经动了胎气，大量失血。老夫虽然忙了大半天，可是还是没能保住这孩子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苏兰的孩子死了？可是家里的孩子是怎么回事呢？是这个，是什么事？是什么你就赶快告诉他！你在吱喳什么呀？赶紧说！二少奶奶抱走的那孩子是他家娘子的。这怎么可能嘛？他家娘子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孩子送给别人呢？那个，听说啊，他们小两口为了钱吵了一架，他家娘子就想，与其让孩子跟着他俩受苦，不如把孩子送给二少奶奶，将来好穿金戴银，享受富贵。这才拜托老夫把孩子给调了包。我就跟你说了嘛，我们家穷啊，我养不起儿子，是不是？送到你们家去，这儿子他确实是我的，是吧？是他的，是他的。刚刚你是听到大夫怎么说了？那儿子是我的吧？现在你没有理由阻止我去要回我的亲儿子了吧？我去沈家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像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，鬼才信你是想要儿子呢。喏，这些钱够堵你的臭嘴了吧？哎呦喂，你给我这么点银子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既然知道你儿子在沈家吃得饱穿得暖，你要是真为他好的话，你就不要把他抱回来，拿着这点钱以后再也不要去纠缠沈家。哎呦，就这么点儿，姑娘你还真是大方爽快。哼，这么点银子就想让我把自己亲儿子给卖了，那可是活生生的一个人呐！我不卖。哎你无耻！
我是无耻，真的，清高它能当饭吃吗？要不然这么着，你给我1000两银子，卖你了。1000两？你坑谁呢？你不愿意给也没事了，我去沈家了啊。哎，你，哎，我真是没有见过像你这种卖儿子还卖得理直气壮的。有你这样子的爹，我看这孩子真是倒霉。他动手了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是沈家闹个鱼死网破？谁怕谁呀？1000两没有？200两？800两？300两？300两还不够我一晚上输的，750两。原来你是个赌徒啊！给多了也被你输掉。400两，爱要不要？那一口价500两。要是你不愿意买，那我就不卖了。走了啊。500两就500两。拿来吧。你以为我是看钱庄的呀？500两又不是5个铜板，怎么会说有就有？那半天你是拿我开涮呢？你急什么呀？我又不是不给你。5天之后，你到城外的刘家饺子馆找我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。啊，对，饺子我请客。走了啊。好吃不过饺子啊，饺子啊。烂。波奇，我知道你很信任苏心怡这个人，但我总觉得这个人好多话不尽可信，你一定要找一个心眼。我说你一再的跟我说这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再跟你说一遍，苏老板他现在是我最信任的人，对我们沈家只有功没有过，你少挑拨我跟他之间的关系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哼，是吗？那你的意思应该是，先前呢，你让爹把万宝斋的家业交给我来经营，现在你想明白了又后悔了，想把这个经营权给收回去，然后呢，你就故意挑拨我跟苏老板之间的。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。波奇，苏心怡这个人来路不明，你一定要多长一个心眼，以防将来受骗上当。是吗？波奇，我和你是亲兄弟，我怎么可能骗你呢？而且做生意一定要多长一个心眼。你为什么就不信我呢？总之呢，我不相信苏老板会害我。还有，你以后少在我面前说他坏话，我不爱听。哎，波奇，沈波奇，你目无尊长，不知分寸。沈伯南他是一番好意才提醒你的，可是你却怀疑他的一片真心。你的那点心思谁不知道啊？你不就是害怕失去掌管万宝斋的机会吗？你这个贪心鬼，明明是沈伯南让给你的，可是你呢？你却一点都不知道感恩，反而天天觉得他是在跟你争、跟你抢。我说唐豆豆，你怎么那么爱管我们家闲事儿啊？你不说话你会死吗？怎么了？被我说对了是吧？被我说对了，所以你就恼羞成怒了。沈伯奇，沈伯南痴傻的时候你就经常欺负他，现在他好了变聪明了，你再也占不到他什么便宜了。你也从来没有把他当成哥哥看。我劝你最好识相一点，脚踏实地的做事，要不然说不定哪一天被沈老爷抓住了你的痛处，害你失去了掌管万宝斋的机会，那到时候你就惨了。闭嘴啊！沈伯奇，你就是个小心眼的坏人，目无尊长也不爱护妻子。我就不信你这种人将来会有什么好下场，说不定等到哪一天一个天雷就把那个劈死了。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。是。哎，波奇。伯南，下次如果你再遇到像他那样像疯狗一样胡乱骂你的人，你就千万不要对他客气。你对他客气的话，他就会让你更生气。唐豆豆，我自己的弟弟我自己会管教，用不着你来操心。我也是为你好嘛。不用了，我们沈家的事儿不用一个外人来管。伯，姑娘请自重，我是有未婚妻的人，别再来纠缠。唐豆豆，你真是自作自受，帮人出头还反而被人责骂。哎，刚才我不是有事情要跟伯南说的吗？哎呀，该死的沈伯南，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小家宝，笑一个，笑一个，笑一个啊！你说你到底长得像谁啊？不过你还没有长开，
也看不出来你长得像谁。顾嬷嬷说了，家宝长得跟伯奇小时候是一模一样，他是像伯奇。哦，儿子长得像爹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哦，对了，苏兰，你还记不记得你生家宝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啊？我当时疼得很厉害，所以也不太记得什么了。不过，我在生家宝的时候，我旁边也有一名产妇在生孩子。怎么了？没事，不小心滑了一下。家宝乖，你看，家宝应该真的是李三的孩子。不行，我绝对不能将这个秘密让别人知道，得把李三的嘴堵得严实才行。家宝。这些银子应该够了吧？幸好我以前有努力存钱，要不然这次可就惨了。撞死我了！豆豆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爹跟我娘呢？他们两个不在家呀？哦，唐夫子跟大娘他们去临县看朋友了，要过2天才能回来。哦，你早说嘛，吓死我了，害得我偷偷摸摸跟做贼似的。豆豆，你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吧？干嘛？你的内伤还没好呢，这样拖下去的话，早晚会出事的。你跟我回医馆去疗伤吧。哦，我不去。你看我现在这样子，不是好好的吗？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豆豆！哎呀，你怎么就听不进我的话呢？你的身体，我一直都很担心的。万全，你是担心我的是吧？当然了。那，你可不可以借给我一点钱啊？又要借钱啊？嗯。那你要借多少？5两。嗯。 50两。豆豆，你不是吧？500两。就是500两。你是不是在沈家闯祸了？他们要你赔钱？哎呀，我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情嘛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你是。你到底借不借？不是我不借，上次我把我二叔的钱偷给你，从那以后，二叔再也不让我沾钱了。算了算了，还是我自己想办法吧，就当我没跟你说过。赚钱真是太难了，我得想一个办法，又方便又可以赚很多的钱。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沈伯南的门怎么没有关？沈伯南，还是你以前那个呆呆傻傻的样子比较可爱，比较贴心。这个被子上还有你的味道。唐豆豆，你怎么进来的？
大大，大大，哎，爷来了，怎么了，爷？帮我把他轰出去。啊？爷，赶紧的。出去就出去。把那床被子也给我扔了，换床新的。啊，沈伯南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有那么嫌弃我吗？我就碰了一下，我身上没有长蛆，又没有什么脏东西，你真是太过分了你！既然你不要的话，送给我好了。反正我也缺一床被子。皇上，老衲方才得到消息，兵部才打造的10万支箭矢，竟然在仓库里不翼而飞了。什么？10万支箭矢不见了？是啊，更让老衲纳闷的是，这10万支箭矢竟是被谁人拿走的呢？哼，除了兵部侍郎袁江之外，还能有谁？袁侍郎？没错，肯定是他。调度军需，必须要有魏昌侯和兵部侍郎袁江的护符。哦，偏偏袁江又是魏昌侯的爪牙。朕这就去禀告母后，把他们俩统统抓起来，严加拷问。皇上且慢，现在探子还没有探明魏昌侯拿着10万支箭矢到底是什么目的。按大明律，箭矢是违禁物，民间不得打造，百姓不得匿藏。可这10万支箭矢到底藏于何处？老衲以为，不如多派些人盯死魏昌侯的一举一动，切勿打草惊蛇。等，到底要朕等到什么时候？等他带人攻进皇城，围据我大明江山？皇上切勿着急，如果没有出城公文，这些箭矢是运不出皇城的。既然运不出皇城，那魏昌侯又有什么条件起兵造反？行，听你的，暂时按兵不动。一旦朕查清楚，就算他是朕的亲舅舅，朕也绝不轻饶。魏昌侯，哀家最近收到10几份的折子，都是控诉官兵无能，江南沿海一带损失十分惨重。可这些官员全部都是你派去的，请问你作何解释？太后，这些都是部分地方官员，他们谎报损失，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想讹诈朝廷的银两而已。据我所知，江南沿海之地根本就没有人民受扰，反而是倭寇败逃。这是我刚刚得到的最新军情。两江总兵他们说，刚刚打了一场大胜仗，请太后过目。好吧，哀家会调查清楚的，如有半句假话，绝不轻饶。是。二位慢用。马上就要南下了，东西都置办好了吗？置办好了，我的东西也不多，就那么几样。如果不够的话，南下再置办好了。那就好，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。你不要更好，我可以换些银两。哎，那床棉被，不是你房间里的被子吗？花色看起来很眼熟啊。嘿，啊，果然是江南上好的锦被，还换了不少银子呢。冰糖葫芦，来拿好啊！姑娘慢走，公子给我拿一串。好，给，谢谢公子。啊，冰糖葫芦，你喜欢吃冰糖葫芦啊？没有，给你的。我从来不吃这个的。
奇怪，那我记得是谁喜欢吃糖葫芦？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你在说什么？啊，没事。荷花灯啊，荷花灯，快来买啊！你看那个，好漂亮。冰糖葫芦哎，又酸又甜的冰糖葫芦。我要一串。好，您挑吧。就这个。好嘞。谢姑娘，你慢走啊。冰糖葫芦。